在鸿蒙移植的视频里，关于 Makefile 的视频都是我在2018年为24.0录制的，以前所讲的知识一点都没有过时，非常适合鸿蒙，所以我把以前的视频拿过来拼接使用。后面你观看视频时，视频里面所引用的源码路径是003 Makefile， 现在改成了02 Makefile。你使用 Git 下载到我们的源码之后，可以进入各个单板，找到 Source， 找到02。录制视频时所编写的源码，你可以看到02 Makefile， 里面就是我们 Makefile 视频所对应的源码。你观看视频时要变通一下。以前录制视频时，我使用 File 把源码上传到 Ubuntu， 现在不需要了，那些源码可以直接在 Windows 下面使用。以前我使用 MobileStorm 远程登录 Ubuntu 来执行各种命令，现在也不需要了，你可以直接在 Windows 下面启动 Git Bash， 在 Git Bash 里面来执行各种操作。以前录制视频时所写的那些文档，我重新整理了一下，放在 Git 仓库里。你可以下载到 Git 源码之后，进入这样的目录，找到这些文档，可以来观看这些文档。好，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在 Git Bash 里面来执行各种命令。你可以进入源码的目录，右键点击启动 Git Bash， 来执行 make 命令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以后你观看视频时，在 Ubuntu 里面执行的那些命令，都可以在 Git Bash 里面来执行。好，这就是你观看后续视频时我做的一些提醒。下面我们开始看视频。Makefile 只是一个简单的工具，它不应该成为我们裸版学习或者后续学习的核心。所以说，我们只要简单的掌握它的一些语法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深入的话，你可以百度搜索这个，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详细的中文文档。你也可以去看官方的文档。当然，如果你想看视频的话，你可以看看第3期里面的这一个视频，它是讲的比较深。但是，对我们的裸版学习或者对于我们后续学习的话，我们只需要能用就可以了。这节视频我们来讲一些比较简单的语法。我们来讲讲通配符，看看上一节视频所写的程序，我们再在它基础上来修改。这是第2个程序。这个 Makefile 的语法 syntax， 把 Makefile 打开。你看，对于 A.O 它需要使用 A.C 来生成，对于 B.O 呢，它需要使用 B.C 来生成。那如果有10000个文件，难道你需要写10000个规则吗？这显然不需要这么做。我们可以使用通配符%号%.O %号，你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想生成 A.O 时，我往下查找规则，发现它跟这条规则可以匹配，把 A 带进去，那么 A.O 就会使用 A.C 来生成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我就需要修改一下。这个怎么表示？多了 at 这目标文件，这个呢是依赖，多了尖括号，左边尖括号表示第一个依赖。也许你这里还可以放其他文件，但是这个尖括号表示第一个依赖文件，这样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吧？这样即使我增加 C.O 也没问题， D.O 也没问题。我们来增加一个 C.O， C.C 放个 C， 这是函数 C。在 A.C 里面调用一下函数 C。好，上传代码来试验一下。cd 002 make 一下。前面编译没有问题，在链接的时候出现问题。他说什么 undefined reference to 这个函数，这个函数没有被定义。那显然链接的时候我们没有把 C.O 放进去，这个函数是在 C.C 里面实现的。来修改一下 Makefile。
我们需要把 C 点 O 也放进去。C 点 O， 那么我能不能用一个变量来表示所有的依赖呢？可以的，多了上尖括号，来表示所有的依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上传 Makefile， 再次执行 make， 完全没有问题了。点 test， 没问题。我们简单的讲解了一些通配符的用法，还有一些符号$add 表示目标，多了左尖括号表示第一个依赖文件，上尖括号表示所有的依赖文件。我们把这个程序单独放在一个目录里面，002里面的001 pattern 通配符。我们再来讲讲下一个小语法，假想目标。先讲假想目标。在它的基础上来修改。我想清除文件怎么办？来修改 Makefile， 我加上一个 clean rm 所有.o 文件 rm test 应用程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试验一下。上传里面的002，phonic make 一下 make clean。 你可以看到我们使用 Makefile 时使用 make 来生成第一个目标文件，使用 make clean 来清除所有的文件。那么这个 Makefile 怎么引用呢？从这里我们可以猜测得出来， make 后面你可以带上目标名，也可以不带。如果你不带目标名的话，它就想去生成第一个规则里面的第一个目标。这里面我们总结一下怎么使用 Makefile。执行 make 命令，后面可以跟一个目标名，也可以不跟。如果不跟的话，若无目标，默认第一个目标。你看，我们直接执行 make 命令的时候，它在 Makefile 里面找到第一个目标，它想去生成这个 test， 它就会去判断这些依赖，最终编译 A 点 O、B 点 O、C 点 O， 然后把它们链接成 test。当我们执行 make clean 的时候，它找到这个目标，然后执行里面的命令。这个写法有些问题，你看，我们的目录里面没有 clean 这个文件，那么这个规则执行的条件成立，它就会执行这些命令来删除这些文件。那如果这个目录下面有名为 clean 的文件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来生成一个空文件 ls-l 一下，再来 make， 再来执行 make clean。 他说这 clean 已经更新了，他根本没有执行我们的删除操作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之前说一个规则能够执行的条件是什么？两个条件，目标文件不存在，或者依赖文件比目标文件新。现在我们这个目录里面有名为 clean 的文件，目标文件是有的，现在就取决依赖了，它根本没有依赖，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判断
依赖的时间。你看这种写法会导致，如果有同名的 clean 文件时，它就没办法执行 make clean 操作。那怎么办？我们需要把这个目标定义为假想目标，用这个关键字 phony 把它定义成假想目标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它就不会来判断名为 clean 的文件是否存在。上传 make clean。哦，它有些语法错误，第10行。那我们就搜索一下，这是官方文档，来搜索一下 phony 是冒号。刷新上传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执行 make clean 的 make clean make clean 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个程序的代码放在002 phony 里面。我们再来讲讲变量，这是第3个程序003 variable。我们写一个 makefile， 在 makefile 里面有2种变量，一种变量称为简单变量或者即时变量，另外一种称为延时变量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即时变量也称为简单变量。就比如说 a 冒号等于某一个值叉叉叉，井号表示注释 a 的值即刻确定 b 等于叉叉叉，这是延时变量。b 的值使用到时才确定，这写错了，这是变量。对于即时变量，使用冒号等于号来表示，它的值在定义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，即刻确定，在定义时即确定。对于延时变量呢，你可以直接使用等于号来表示，它只在使用到的时候才确定，在定义在等于时它并没有确定下来。好，我们来试验一下 ，a 冒号等于 abc or echo 多了 a。想使用变量时，使用多了来引用，然后使用一个小括号，把这个变量放在里面。再看 b 等于123 echo 多了 b。我们先写一个最简单的 makefile， 从这里你看不出这2个变量有什么差别，等会我们慢慢添加。上传 cd 003 make。 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些命令的话，你可以加上一个小 at 符号，它就不会显示命令本身。上传，再次执行 make。 好 abc123， 从这里我们看不出即时变量和延时变量的差别，我们再添加一些代码。我们修改一下，变量 a 等于变量 c， 变量 b 也等于变量 c， 但是我变量 c 呢是在后面才来确定。好了，你看，对于即时变量，在定义的时候它就马上确定它的值，
这个时候变量 c 还没有赋值，它的值为空，所以这 a 就等于空。b 呢，在使用到的时候才确定 b 等于 c 等于 abc。好，这一行应该打印出 abc， 这一行应该打印出空。我们来试验一下，刷新上传，执行 make， 果然如此。我们再加上一个变量 a 等于变量 b 等于，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。make 一下，变量 a 等于空，变量 b 有值。那么我把这个 c 移动到后面来呢 ，c 等于123，来看看这个程序执行的时候会等于什么。make b 等于123。从这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变量 c 放在前面放在后面定义，对于变量 b 本身没有影响。当我们执行 make 命令的时候 ，make 这个程序本身会把整个 make file 读进去来分析，全部读进去，然后解析里面的变量。所以说你这个变量 c 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，对于结果没有影响。我们再来修改一下，变量 c 等于 abc， 然后再加上等于123，看看它等于什么结果。我们先不使用这个加等于，先来修改，这样修改。我们猜测这个 a 等于空 ，b 仍然等于123，这个值被新值覆盖了。没错，加等于123呢，那这个变量 b 应该等于 abc 123。上传 make abc 123。好，在这里我要写一下笔记。有很多种赋值方法，冒号等于等于，问号等于，加等于，这个是即时变量，这个是延时变量，这个呢，它也是延时变量。如果是第一次定义才起效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前面这个变量已经被定义了，这句话就不会起效果。如果在前面该变量已定义，则忽略这句。这个是附加。它是即时变量还是延时变量，取决于前面的定义。这两个变量的定义方法我们已经使用过了，这个也已经演示过。我们来看看，问号等于，修改一下 makefile， d 等于100ask， d 问号等于为东3，来看看变量 d 等于多少 ，echo d 等于多了 d， 它应该等于120，因为这个不会起作用，因为在前面已经定义过 d， 它并不是第一次定义。上传 make， 果然如此。这种写法只有在第一次定义变量 d 时才起作用。如果别人已经定义过，它就不会起作用。make， 好，
它不会覆盖前面的定义。我们还可以通过命令行存入变量 d make d 等于1234566， d 等于1234566，里面的这句话就不起作用。好了，变量本身非常简单，它会涉及即时变量、延时变量，它的定义方法我们都有介绍。这节视频讲的这语法呢都比较简单，实际上对于裸版程序的开发，我们知道这些也就足够了。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。